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91.40，收盘价是394.7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99.28，最低价是在377.29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6228.73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横盘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在盘中上方是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，下方呢是在380附近遇到了支撑。盘中呢，股价一直是在这个区间内进行震荡。那最后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附近。那也就是说，股价出现了平盘。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。我们会看到连续数个交易日股价一直呈现的是量缩。然后呢，目前股价又是趋于一个横盘的走势。那也就是说在1月10日继续生成了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日后呢，股价将会也就是说将会继续选择向上或者向下突破。那目前股价向上突破呢，其实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向下跌破呢，就是要跌破1月3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377.29这个位置。那正好呢，我们会看到是最后一根休息的 K 线，也就是1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是在这个位置。那同时这根休息的 K 线也正是在这个位置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，股价被拉抬到上方。那同时这根 K 线我们指的是1月10日这根 K 线我们也把它称作叫蜻蜓线。蜻蜓线呢，它是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。在低位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如果处在高位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之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因为这根蜻蜓线它并没有爆大的成交量，所以呢这根 K 线我们是把它称作叫休息的 K 线，而没有把它称作叫变盘的信号 K 线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根 K 线的线型，由于它含有长长的下影线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为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能否止跌成功，要看日后股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。那站上它，证明这一波回档止跌成功，那么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呢，如果日后股价是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377附近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呢，也就是说，瓦解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对，好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说继续生成休息的 K 线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1月13日。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，我们认为1月13日股价走势取决于开盘。如果在1月13日是高开高走，那么股价将会上行，站上5日均线值。
但是如果是低开低走，股价在盘中跌破了377，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测试373，是这个位置，甚至是收在更低的位置，也就是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38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98附近。而实际在1月10日收盘价呢是在394.74，股价是出现了平盘，较前一个交易日呢是略低了0.2，差不多。对，好，那也就是它出现了是一个平盘的走势，所以我们预测的下行和反弹与实际的发生，虽然我们预测的反弹398距离目前的收盘价的位置不远，但是呢，这个性质是不同的，也就是走势不同。对，走势我们预测，反弹到398，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成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或者小绿 K 线，而实际是产生了一个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回顾之前的一个判断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因此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仍然认为是在465这个位置。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428，也就是12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它将是一个重要标志位。同时在1月13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是在它的附近，所以目前股价要想到达465，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或者说是强压力是在428和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呢，我们测算仍然是在425附近，在1月13日。好，那么这是股价在到达第一个目标的强压力，但是呢，在到达这个强压力之前，股价首先要出现反弹，而能否反弹，就是股价是否在次日能够站上400关口，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还有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402附近。对，实际也就是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日后只有重新站上这个位置，才有可能出现反弹的走势，那么才有可能测试20日均线值和428，那么站上或者说是突破这个压力位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465。但是在到达465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压力，就是450这个缺口，它正好也是一个整数关口，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在反弹的过程当中，上方是有很多的压力位的，那这些压力位都有可能会成为股价反转向下的理由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465，如果被站上，第二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88这个位置。这是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73，是前低，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将会再次出现底低，那么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。好，在到达它之前，那目前377、380，也就是这个区域将是支撑。对，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跌破373的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会
再次确认这个空头趋势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27，然后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309。好，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然后我们再来看，在1月1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啊是在390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呢，在盘中我们会看到，其实是在390上下震荡，那么最后是收在了390的上方。那么到了1月13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啊，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是399。对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这个位置啊，也正好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也是在它的附近。也就是在1月13日，股价只有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了，只有高开高走才能够继续上行。那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股价比如说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如果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后不能突破而出现反转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下行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。当然，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的高开高走啊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那么这个位置，也就是399这个位置，是很容易成为支撑，而推动股价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。所以说啊，在1月13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399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。但是如果股价一直是在399下方运行，尤其是低开低走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399的理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那周 K 线图呢，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6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呢，它的当周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周是量缩，然后我们也会看到 KD 值和 MACD 值啊，指标都是向下。也就是说，继前一个交易日也是出现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，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，在前一个交易周出现的是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同时啊，它也是一根反转向下的 K 线，它也是一根吊人线。对，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并没有确认止跌，也就是没有站上它的最高，也就是428，同时呢也没有跌破它的最低373。那股价只是出现了一个下行，所以说呢，并且呢，股价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所以说啊，这样一来，继续给出日后股价走势的不确定性。那对于周 K 线图来说啊，日后股价的走势，我们会看到正好在吊人线的最高或者止跌信号的最高428，当周在这是遇到了压力。然后下方是在10日均线值附近，是在10均值附近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，股价被拉抬到目前的收盘价的这个位置。所以说日后啊，我们认为对于周 K 线图来讲，仍然是选择方向的一周。对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如果能够站上428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但是如果股价是跌破了下方的373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继续下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当然我们预测下周的走势呢，同样是高开高走，如果能够站上5均值，日后将会继续反弹，但是低开低走呢，
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会去测试373的，甚至是跌破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走势。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时候给出的预测是，如果在1月6日当周股价如果出现了反弹，收盘价会在445附近。但是如果出现回档呢，收盘价将会在392附近，而实际在当周收盘价是在394.74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股价的下行的位置是非常接近的。好，那么到了1月13日当周，我们给出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我们认为我们继续保留445，也就是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这个位置。那如果股价出现下行呢，那我们给的收盘价的点位是在360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。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。好，正好是在这个位置，对，也就是跌破373。然后呢，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就是这根前一个交易周这根 K 线的最低377。好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周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，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横盘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在周中是在377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盘在360附近的，对，甚至是会有更低的位置，对。但是目前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在12月2日这根当周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348，实际上是也正好是在350关口附近，在这个位置股价是能够得到支撑的。如果出现下行的话，然后呢，收盘价呢，当周的收盘价会被拉抬到360附近，对，甚至会更高一点，但是呢是在373下方，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走势的预测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先来看多头，多头在1月10日收盘价394.74，生成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同时呢，这根 K 线呢又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但是由于它的成交量是量缩，所以说呢，对于多头来讲，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，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。如果生成的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至少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2倍以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我们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对。然后呢止损我们可以守这根 K 线的最低377，但是现在的我们看到成交量是呈现的是量缩，所以对于多头来讲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现在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0日均线值425和上方的428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会看到，一旦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低开低走空头还会继续守5日均线值，也就是400关口，继续守这个位置。好，那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73，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，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
首先到来的压力位，我们要给一个区间，是从396到405这个区域。对，那么这个区域呢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范围内，同时它也包括前2根休息 K 线的最高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396到405，其中400关口应该是一个极强的压力。好，那第二个压力位呢，我们给出是414，是1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第三个压力位，我们取20日均线值，20日均线值呢是从423到425，我们把它和428合并，也就是从423到428，这是第三个压力位。第四个压力位是450，第五个压力位是465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377，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。第二个支撑373，第三个支撑是350整数关口，第四个支撑就是32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1月13日我们给出的这2个预测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。我们先来看股价的反弹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99，上方最高会到达425，对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19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99的，满足了这2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补量的上攻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96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到达380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85附近。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369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375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出现补量下跌呢，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其实是一个横盘向下，它并不是补量下跌，就是到385这个位置，也就是377继续能够成为一个支撑。但是呢，如果股价在盘中跌破了373，那么我们认为呢，在369附近呢，也就是370附近会得到一个支撑，然后股价收盘价继续收回在前低的上方，对，也就是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。好，那么出现这样补量下跌的 K 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条件是，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9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补量的下跌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想预告一下本频道的下一次正常的更新是在2025年2月24日开始恢复正常更新。好，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